10月开始，北韩金正恩政府忽然开始一连串所谓的引战动作，先是炸毁了南北韩铁路，修宪把南韩列为敌国。后来传出北韩派军前往俄罗斯协助俄乌战争，引发了很大的国际关注。北韩为什么会忽然疯狂引战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南北韩冲突虽然已经是一个老议题但是在今年的10月开始，整个局势忽然急速的加温。先是在10月15日，北韩大动作炸毁了南北韩边境的铁公路，宣称要完全切断两韩之间的陆路交通。紧接着，北韩又在最高人民会议上面正式修宪，把南韩定义为敌对国家，废除跟南韩对话合作的政府机构。而且这个问题还从朝鲜半岛升级到了国际事件，因为同一时间里面，好几个国家的情报单位指出，北韩正在派军前往俄罗斯，准备投入俄乌战争。而俄罗斯也宣称，如果朝鲜半岛爆发冲突，俄国会伸手援助北韩，让外界担心韩半岛的冲突未来可能会演变成世界大战。那今天这集我们会一起来讨论看看北韩为什么忽然出现那么多的动作，北韩为什么要大老远的去加入俄乌战争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喂，你知道尴尬其实有助于社交吗？那我讲老爸笑话怎么都没人笑。因为尴尬的作用就是让你知道老爸笑话很尴尬，不利于社交。不过尴尬的是，如果人呢太怕尴尬，反而会被尴尬拖累失去社交能力比如你看，学英文找真人老师练习口说是进步最快的方式，但因为呢忘记单字怎么说，跟老师大眼瞪小眼尴尬，很多人就不敢这么做。那怎么办？简单，只要面对的不是人就没有问题啦。Speak 是一个获得 OpenAI 投资的 AI 英文口说 App， 在这里你聊天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像真人一样自然又聪明的 AI 家教，它会根据你的英文水准调整绘画的难易度，还会根据你的回答提供更自然、更接近母语者的单字跟句型用法，并且统整出专属你的复习课程。此外呢 ，Speak 里面也有真人录制的项课，你可以先学习单字与常用语，再去跟 AI 实际练习，这样子以后面对真人也会更有把握。重点是在 Speak 里面完全不用怕尴尬，AI 会开好一堆的话题等你加入，而且不论你的英文听起来有多好笑，它都绝对不会放弃你，不会让你倒，不会到处乱跑抛弃你。好尴尬。你也会怕尴尬，不敢找真人家教练习英文吗？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专属链接购买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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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年度会员还有299的折扣这一次南北韩的冲突升级的关键，大约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在去年的11月之前呢，不管南北韩再怎么样的激烈冲突，基本上官方态度还是认为两地一家亲希望可以和平的统一彼此。但是在2023年的11月，金正恩对外宣示，北韩决定要放弃统一南韩，不再把南韩当作可以和平统一的同一民族，而是头号敌国跟永远的主敌。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南北韩的关系就开始迅速的恶化。但是今年5月的时候，北韩开始大量的向南韩投放气球，这些气球里面大部分都装满了各种垃圾、骂南韩政府的宣传品，甚至还有人类的便便。而有些气球呢，还会装定时器在落地之后呢，自动的爆炸，喷出里面的内容物。从5月至今，气球数量已经接近5000个，主要集中在首都首尔还有京畿道的北部地区，连南韩总统府呢也遭殃过。那虽然这里面的东西也不是到真的很危险，但是已经造成南韩多个地区遍布垃圾粪便跟恶臭。南韩议员表示，这些垃圾气球干扰了100多个航班，总计影响到1万名的乘客。而且除了垃圾气球之外，北韩后来还发射电波干扰南韩地区的 GPS 讯号，虽然没有造成军事的威胁，但有些民间船只出海之后呢，失去了 GPS， 因此无法判断方向，造成了不少的困扰。那针对这些一连串的行为北韩的国防部副部长发声明表示，北韩是为了回击南韩向北韩境内发送传单，才以牙还牙，用空投垃圾气球报复。而南韩政府这边呢，则是否认有发送传单的行为，但也是不甘示弱的展开了所谓的星战广播的回击。在南北韩的边境架了很大的扩音器系统，对北韩进行喊话。内容除了批评北韩身份的问题，还有炫耀三星手机有多么的厉害，播放 BTS 跟 IU 之类的热门 K-pop 歌曲等等，试图去征服北韩士兵的心灵。而这种手法呢，其实之前也有发生过，但这次之所以比较特别是因为南北韩在2018年的时候签署过和平协议，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6年没有启动星战广播了。而从后见之明来看呢，这段时间双方的各种动作都是10月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前兆。在今年的10月9日，南韩和美国军演之后，北韩表示这是严重挑衅，宣布要和南韩永久切断边境，暂停了几个主要的铁路跟公路。然后在10月11日，北韩谴责南韩的无人机渗透北韩，在首都平壤上空散布繁体字传单。根据北韩公布的这个传单内容呢，上面写着北韩经济正陷入地狱，金正恩正忙着养胖自己的肚子之类文字，还有金正恩带着名表他女儿穿精品外套的照片。而事件爆发之后，金正恩跟他的妹妹金宇镇痛批南韩政府是企图
图在战争导火线上面点火，扬言要发起军事反击。而至于南韩军方呢，则是严正否认有派遣无人机到北韩，反而质疑那北韩是在自导自演。但是过没有多久，10月15日，北韩就炸毁了在南北韩边界的京义线还有东海线铁路。这2条道路呢，都是历史悠久的通路，在韩战时期一段中断，一直到2004年之后，双方才达成共识，重新连通道路。当时南韩借了北韩1.3亿美元去建设道路，所以也被视为是南北韩交流的重要象征之一。那金正恩这次大动作炸毁边境铁路，等于是宣告两韩之间最后一个经济合作项目正式的决裂。而且在炸完铁路之后，北韩宣布已经完成修宪，这是把南韩定义成敌对国家，同时又对外宣传已经有140万的青年报名参军。这连串行为呢，都会让外界担心说，北韩是意图主动挑起冲突，准备要开战。那在气氛已经一触即发的时刻，另外一个不稳定因素俄罗斯的加入，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10月24日，俄国下议院一致通过俄罗斯跟北韩的防御条约。条约里面提到，如果某一方遭到攻击并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可以用一切手段提供军事还有其他协助。这不是纸上谈兵讲讲而已。在10月中旬的时候呢，乌克兰和南韩的情报单位就指出，俄罗斯军舰正在运送北韩士兵前往受训，未来会帮俄罗斯在乌克兰期间作战。而这个消息后来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确认。各方情报认为，北韩至少已经有3000人的部队在俄罗斯，有部分的人已经抵达战场，人数还在持续增加当中。消息认为，在年底之前呢，总共会有1.2万的北韩军人加入俄乌战争，其中还包含了北韩精锐特种部队暴风军团。目前俄国跟北韩呢都没有否认这个传闻。普丁被媒体问的时候呢，只表示说我们要怎么做是我们的事。除了部队之外呢，更早之前北韩也已经被指控说运输了数十枚的导弹，还有大量的弹药到俄罗斯。北韩为什么要大老远的去参与俄乌战争呢？目前外界分析认为北韩之所以会投入俄乌战争，很有可能是有以下的几个原因。首先，俄罗斯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呢，军人的伤亡已经超过60万人，非常需要人力的补充。而北韩正好就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军队之一，现役军人呢预估就有约110万人。那虽然北韩军队不算非常有经验军备也比较落后，但在经过训练之后，还是能够协助镇守某些关键的位置，让俄军能够进一步的推升战争。而作为回报，分析认为呢，金正恩可能收取了大量的金钱来处理北韩严峻的经济问题。那除了物质的回报之外呢，外界解读这次合作对于北韩来说更重要的是军事资源。一方面是让北韩的军队有机会在前线得到实战经验，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先进的军事技术也可以提升北韩一直很苦恼的军工技术问题，像是洲际导弹潜舰，甚至是北韩一直都没有完成的核武器等等，都有可能在俄罗斯的协助下完成，对于南韩造成更大的威胁。而目前普丁也已经表态，万一韩半岛发生冲突，俄罗斯会依据协议支援北韩。所以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近期北韩之所以会频繁的出现很多主动挑衅的行为，也很有可能呢，就是因为有俄罗斯撑腰，更有开战意愿，希望能够借此获得更大的谈判筹码。那面对这样的举动，各国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呢？目前美日韩等11国紧急宣布会另组多国制裁监督小组，目的是为了要密切的监督北韩，确保对北韩的制裁有彻底的进行。而在北韩参与俄乌战争的消息传开之后，南韩正在加大涉入俄乌战争的程度，考虑要提供武器还有其他的支援给乌克兰。因为虽然南韩身为世界第9大的军武出口国，过去一直都有不出口给冲突地区的原则，所以之前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武器支援呢，也都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但北韩加入战争的行为呢，现在很有可能会促使南韩放宽限制，更深入的介入俄乌战争。外界担心说，两韩冲突战场很可能未来会转移到欧洲，而当亚洲还有欧洲这2个火药库连接越来越深，只要有一处擦枪走火，很可能会引发连锁效应，造成世界大战的危机。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了像是北韩放弃统一、两韩是怎么样分裂的这些相关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这次讨论的南北韩冲突呢，是一个已经延续了好几十年的问题，有的时候难免呢会让人觉得像狼来了的故事。每次听说情势紧张，大家都会紧张兮兮的，结果过没有多久又没事了。久而久之呢，大家难免也会渐渐的对这种新闻感到麻木，甚至只把它当作笑话来看。所以老实说，在选这题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有点犹豫说，大家会还在意这个消息吗？但我们觉得这一连串的事件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是因为它的严重性真的变更高了。在北韩还有俄罗斯结盟之后，南北韩冲突已经超出了朝鲜半岛的范围，把亚洲跟欧洲的战争串联在一起，让局势更难以预测。任何一个地方的冲突升级都可能影响到整体的和平跟稳定。
那特别是对于我们身在台湾的人来说，如果南北韩发生状况，各国的军事部署一定会改变，直接影响台海的安全警示。也因为这个样子，南北韩呢，还有东亚邻国的动向，其实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问题。所以很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能够帮助大家稍微多认识这个复杂的国际议题。之后有其他后续，我们也会努力的来跟大家分享的。好的，那最后也想问大家，你觉得朝鲜半岛开战的机会高吗？我觉得开战几率不高，双方都应该是希望维持现状。B， 我觉得开战几率蛮高了，毕竟北韩已经放弃统一，又有俄国撑腰，感觉会有更多的动作。C， 我觉得不确定性很高，主要还是看俄罗斯的态度。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南北韩冲突升级。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北韩不统一以及两韩是怎么分裂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